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2个，一个是美日外交与防务会谈谴责中国，展示同盟决心；第二个是英国最新对华政策抄袭拜登那我们讲这2个主题，主要是跟地缘政治和这个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有关系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中美关系的问题其实延伸到了整个西方国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西方主要的国家和美国他们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先讲这个美日外交与防务部长会谈2+2，3月16号。在东京举行那么会议结束之后发表联合文件指明谴责中国的行为违背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且对中国海警法深表关注那么这是日本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切那么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这是2+2，其实全称叫这个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历时1个半小时那么共同声明点名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不一致，使日美同盟与国际社会面临挑战。共同文件还对中国近期实施这个海警法表示严重的忧虑。那么两国外长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那么参加会议的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那么日本方面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国防卫大臣岸信夫那么总共是4个人那么基于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规定，美国这个很重要这一段话就是他们的共同声明。那么美国会协助防卫包括钓鱼台列屿就是日本称尖阁诸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并且明确指出持续反对任何寻求改变现状或有损日本管制钓鱼台列屿的片面行动那么对于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共同文件表达严重忧虑并确认着手处理朝鲜全面非核化问题，以及尽快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的必要性。那么对于美军在冲绳普天间机场的搬迁事宜，共同文件说将尽早完成相关建设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菅义伟见了他们接见了这个美国的两位这个布林肯和这个奥斯汀那么菅义伟说这个很高兴这个拜登政府重视同盟国的伙伴关系那么美日同盟是印度太平洋和平稳定繁荣的基础，在日益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中，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日益增高那么3人对中国通过海警法表示关注严重的忧虑，以及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大体上就是外交辞令讲了一堆外交辞令那么大体上是这样吧见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核心的还是前面2点那我看到了这个日本方面有一些学者的看法我来讲一下第一个是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员秋田浩之他说美国政府之所以把日本作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首次出访国不仅仅是对日本的重视，他认为最深的背景是从安保层面认为台湾海峡以及日本周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
那么美国认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周边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他是这么看待，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日本？因为日本周边区域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啊。那么东京大学的教授松田康博啊，他是这么认为，他说，在台海问题上，日美都认为企图改变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责任的问题啊。他说，2005年美日2+2会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当时台湾的民进党的总统是陈水扁啊。那么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啊，那么这一次呢也谈到台湾问题啊。脉络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2005年中国的力量没有现在这么强，所以现在的危机感更大啊。那么松田说中国对台湾海峡施加实际上的军事压力，让这个美日感觉到忧虑啊。因此这次美日2+2会谈对于台海问题讲的比较明确啊。那么而且日本的这个国防部长就是叫什么防卫大臣安信夫和外长茂木敏充都比较了解台湾啊，尤其是安信夫对台湾更熟悉啊，对中国不客气啊。那么松田认为日本政府内部对中国的动向非常的忧虑啊，有两个啊，他忧虑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从中国对香港下手的过程可以看到啊，中国真的是要改变现状啊。那么尤其是他们认为，你从香港的这个态度就可以看到，对这个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岛也一样会不客气啊。其实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啊。那么松田讲啊，中国对台湾如果是想改变现状，而且用非和平的手段改变现状的话，那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么日本认为，现在如果不应对，会错过时机啊，这是日本人的看法啊。他说，松田给台湾的建议是两个啊，第一个，不要挑衅中国。虽然美日都警觉到中国的危险性，但是这不代表平白无故的要跟中国打仗啊。所以呢，美日支持的还是台湾维持现状的政策，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台湾应该和美日密切合作联系啊，行事要理智啊。而且这个松田很肯定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做事风格啊，行为理智啊。那么跟2005年的陈水扁的政府不一样啊。那么对于2+2会谈共同声明点名批评谴责中国是否会这个改变这个逐渐好转的中日关系啊？那么松田说这很难讲啊。如果中美阿拉斯加谈的快要决裂的话，那么中国也不太敢单独对日本太严厉。那么他说现在中国是有求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官还得去这个阿拉斯加跟美国高官见面，是因为在川普时代中国跟连门都进不去啊，所以现在拜登政府是在给中国机会。那么中国是需要美国跟日本帮忙啊。那么中国面临半导体等高科技的制裁非常严重，那么希望美国呢能够松手啊。那么其他议题以后再谈啊。松田希望日韩等美国的同盟国能跟得上美国的变化，因为只有美国是不够的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看法。那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这个美国有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啊，一个盟友就是英国，一个盟友就是日本啊。日本是日美安保条约基本上是整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在韩国有军事基地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啊，是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所以日本基本上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啊，这是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美国在这个地缘政治上的核心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英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英国一起来讲，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对日本来说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为什么？就是中国的海警法啊。海警法改变了很多东西，首先改变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在海警法出台之前，中日之间呢处于那种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啊。中日关系取决于什么？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好的时候，那么中日关系就好不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就不断的敲打日本，用各种方式敲打日本，包括是核心的问题其实是钓鱼岛的问题，就是中国是拿钓鱼岛的问题来敲打日本啊。那么所以中国就不断的派海警船，海警法实际上是改变的是什么呢？中国用海警船去钓鱼岛，不断的去钓鱼岛巡视，用这种方法呢去突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因为钓鱼岛事实上是在日本的管制之下，但是中国用这种方式来冲击他对他的管制啊，所以每天都去而且不仅去，而且把日本的渔船赶来赶去啊。那么对日本来说，他就很困扰，因为日本又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啊，但是中国海警船这么来，他又不想放弃对钓鱼岛这个领域的控制，所以变成日本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摩擦的状态。那么中国的做法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呢，这个摩擦就加大一点啊；中美关系不好、没那么好的时候呢，他就减轻一点压力啊。那么日本又觉得，他好像比较友好，那么中日关系又走得近一点。那海警法就发生了变化。海警法一上来，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授权这个海警船啊动武，这一动武就变成这件事情就变成在钓鱼岛领域中日之间，它可能会擦枪走火啊，就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它可能形成一种冲突，形成一种军事冲突。那对于日本来说，他并不想跟中国翻脸，日本完全没有跟中国翻脸的意思，因为中日之间的虽然政治上大家很冷淡，但是在经济上是非常密切啊。中日之间的这个经济体，它的互补性很强啊，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或者在原材料领域，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很强，日本的出口不断的靠出口中国来提振它的景气度啊，所以日本没有想法跟中国翻脸，但是海警法一出来，日本就出现了焦虑了，这个焦虑就升级到一个他感觉到切实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了。海警法其实是把日本和美国往一起走啊，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契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说美国上来要去日本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急迫，原因就在这个原因。而且这次你可以看他们共同声明，其实日本最想要的就是美国要重申他对日本的安保的责任是覆盖钓鱼岛啊，他是需要美国做这种承诺。美国的这个承诺对日本来说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中国推出海警法，这帮了美国一个大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虽然中国推出这个海警法，它的意图是什么？中国推出海警法的意图是震慑日本，就是给日本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啊，震慑他啊，就是我会开枪的，我会动武的。日本的做法是什么？日本的做法就是找美国。日本因为其实我们不说实力的问题，实力当然其实双方实力还是
日本是受到自己的约束，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啊，他实力很强，但是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做这个事情，那你就没办法。所以他的整体的态势是什么态势？他的整体的态势就是美国通过这件事情找到了跟日本帮助日本解决问题，通过帮助解决日本的问题来获得日本的更加投入的支持啊，这个很重要啊，至少能够满足满足美国当下他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啊。与此同时，美国还没有忘记澳洲啊。那么中美战略对话是3月18号，就是亚洲时间是明天开始啊。那么议题就包括呢，然后呢，这个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就出来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个他接受澳洲媒体的访问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明天要和中国举行的这个战略对话呢，我们会在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国改善和澳洲的关系啊。这个话说的澳洲人非常的高兴啊。他说这个坎贝尔说，每次美国和中国官员开会的时候，都会提到中国对澳洲的经济胁迫啊。然后呢，本周要举行的这个安克雷奇的双边互动当中，我们也会强调这一点啊。美国要求中国改善跟澳洲的关系啊。那么而且拜登政府已经通知中国啊，那么与澳洲关系正常化是美国采取措施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提条件啊。这话说的非常的仗义啊。那么坎贝尔在对这个澳洲媒体的专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表示啊，那么我们这亲密的盟友受到这个经济的胁迫，美国就不会改变双边关系，也不打算另行处理啊。然后他说，拜登在上个星期五和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面，告诉这个澳洲总理莫里森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个中国经济胁迫澳洲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啊。说坎贝尔说，我们完全了解现在的情况，而且美国就是要求中国实质性的采取措施纠正他的行为，我们才会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啊。那这个是很这个非常的明确啊。你可以看刚刚结束一个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啊。这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啊。那么其中两个最核心的当然是澳洲跟日本啊，因为印度还稍微远一点。那印度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是它在区域之外。那这头现在这个2+2等于就是国防部长跟国务卿去日本跟日本承诺什么呢？承诺说尖阁群岛的问题我们罩着啊，就是搞定日本最焦虑的事情啊。然后你看在这个中美战略对话的时候啊，我们会提到你们必须解决对澳洲的经济胁迫的问题啊，你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不会改善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承诺啊。那大家知道澳洲挺身而出啊，最早开始处理跟中国的关系啊，最早开始王立强案就是澳洲爆出来的。然后你看当然澳洲核心的跟美国的关系核心就是五眼联盟啊，五眼联盟就是英国、美国、澳洲、新西兰啊这几个国家。那你想，如果澳洲最重要的挺身而出就是
他要去调查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在哪里，这是跟中国跟他翻脸的核心的原因啊。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就是澳洲其实是呼应川普政府他们对华强硬的政策，澳洲是在呼应它。但是澳洲的这个行为惹来了中国的一系列的报复，包括澳洲煤的问题，包括龙虾的问题，包括澳洲红酒的问题，就中国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它，因为这些澳洲每年大量的出口到中国，那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澳洲。当然，他又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啊，但是毫无疑问，澳洲是受到影响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有没有回应他呢？没有。川普政府一句话都没说，任何的，没有对澳洲进行任何的声援，所以我觉得澳洲会很郁闷。你想想，他是呼应你，结果你完全不帮他。那这个时候，现在拜登政府呢上来就是说，那我现在中美战略对话，我帮你说话，我提出要求，帮助你。对澳洲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也是不管它背后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至少澳洲明白，美国是要把它当作盟友来看待，不仅仅要他跟他一起行事，而且他会保护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美国要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他核心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主持，他要仗义啊，他要主持一些符合他的价值观的行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那布林肯也好，就是这个奥斯汀也好，他们去日本的战略意图其实非常的清晰，就是2条。第一条，巩固日美的安保同盟关系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解决日本现在的焦虑。同时强化日美的关系啊，那么成为一个日美关系是美国的核心的基石，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核心的基石，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他们的目的能够达到啊，大概是一个这样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反映出什么？反映出美国在这个地区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立场和态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主题就是讲英国啊，英国在16号啊，英国在16号，3月16号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那么这个文件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文件叫这个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那么这个文件呢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重要的外交文件啊，它检讨的是英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或者是国防政策啊。那么这个文件其实受到外界关注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的对外的外交关系，对外的重点在哪个区域啊？第二个就是他怎么看待中国啊？因为他讲外交啊。那这份文件出来之后，让很多人都很意外啊，因为这个文件，第一，他把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然后把中国列为竞争者，很眼熟吧，很耳熟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外交重点转移到哪里？转移到印太地区啊，这样，他把战略重点、外交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然后第三个，他改变了这个削减、裁减核武器的政策，把核弹头的这个上限提高了40%啊。那么这3点让人非常的惊讶啊，因为英国实际上在目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啊。那么在香港问题上，英国跟中国的关系理论上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啊，因为大家知道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是受到了冲击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说啊。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下议院公布这份自30年前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检讨叫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这份报告有100页，那么花费了1年时间来研究、分析、制定这个政策。它制定的是英国到2030年的优先项目。那么根据2010年的国防报告，那么英国原本是要把核武器裁减，设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代的中期那么把那个核弹头从195枚削减到180枚，就是到2020年时代的中期那么这次修正之后，把核弹头的上限由这个当初的195枚增加到260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报告说他为什么这么做？报告认为，过去10年间安全环境的不断的演变，原本的目标不可能维持所以意思就是安全环境变化了然后他就说，俄罗斯是英国安全最明确的威胁，并且表示在2030年之前，恐怖分子有可能发动这个生化或者核武攻击，英国将设立新的反恐作战中心，并且提升对恐怖袭击的应变能力那么相对于这个俄罗斯这个明确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来说是个由国家支撑的最大威胁那么对英国的繁荣与价值观构成体制的挑战，并且表示要和中国发展正面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很奇怪嘛，这很矛盾嘛，是不是？这很耳熟嘛约翰逊表示，毫无疑问，中国对我们这种开放的社会构成巨大的挑战，但我们也将和中国在价值观和利益一致的地方合作，包括建立更强大而正面的经济关系，以遏制气候变迁。这很耳熟吧？是不是很耳熟约翰逊表示在英国在面对持有相反价值观的国家时，必须重新学习对抗的艺术那么这份报告也说说这个英国在脱欧之后，那么由于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英国的重心也将向东转移。那么约翰逊在这个下议院宣布英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号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巡航亚太。约翰逊本人将于4月份访问印度，这是他在英国脱欧之后的首次外访行程。这里面你会觉得有很多的玄机在里头约翰逊说部分长久以来的政策将维持不变包括英国维持对北欧坚定不移的承诺，维护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国将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盟友那么然后就是英国新的外交政策把欧洲安全列为主要目标的同时，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印太那么为什么？因为是印太地区是世界增长的引擎，那里有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全球 GDP 的40%那么同时印太地区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有多个潜在的热点，因此英国计划部署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和战斗群去印太地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有趣，有趣在哪里？有趣在于英国做的这个动作，第一，他把俄罗斯作为战略威胁，把中国定义为这个竞争者，这跟拜登有点像但是拜登没有把俄罗斯当作头号威胁他只是把中国作为竞争者。那么当然，欧洲跟美国不一样，欧洲就靠着俄罗斯，俄罗斯就在欧洲，所以欧洲把俄罗斯当作一种威胁，并不让人意外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他把
他把这个俄罗斯做成威胁，把中国做成竞争者，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和美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美国老实讲，他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他是不是由一个单一事件发现的，而是有一系列的事件或者一系列的现象得出的结论。对于英国来说并不是这样，英国有非常切实而且放在眼前的单一的事件，就香港问题。所以其实对于英国来说，他发现中国在香港做的事情对他构成的威胁，如果你一点都看不到，难道你瞎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这么做，肯定有他的考虑啊。那么他的考虑在哪里呢？你看这个矛盾很突出在哪里？你既然把俄罗斯当作你的威胁，主要威胁，可是你又把你的外交战略外交重点和注意力转移到亚太啊，然后而且还要派你的航空母舰跑到亚太去。如果你的威胁来自北方，那你应该把你的重点放在欧洲，然后去应对这个威胁。你完全不管，说我的注意力要跑到亚太去，这不是矛盾吗？这是个基本矛盾在这里。这个矛盾跟谁有点像？这个矛盾跟拜登是有点像，只不过拜登的矛盾在于，拜登总统说中国是我们的竞争者，好，那我们该竞争的是竞争，该对抗的是对抗。理论上来说，竞争者你不需要对抗啊，竞争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就是，他怎么会对抗起来的呢？啊，威胁才需要对抗，竞争是不需要对抗，竞争就是竞争，你用竞争的态度，我用竞争的态度对待你就好了。所以拜登的对华政策矛盾之处在于，他左右互搏啊，这边要合作，这边要对抗。那你合作跟对抗的时候，你怎么弄？你面对的是同一个国家，你怎么又跟他对抗又跟他合作呢？这是不 make sense， 这实现不了的事情啊。那当然，你的可能现在的这个国务院更厉害，实现得了，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但英国的基本矛盾是在于，既然你说你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威胁来自俄罗斯，可是你把你的资源全部往亚太搬。你把你的外交资源也好，这个战略资源也好，移到亚太去，而完全忽略来自你北方的威胁，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啊！而且你不仅仅是要把你的战略资源往亚太搬，你还要增加这个核弹头的数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英国的态度，而且还有一个眼前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香港问题，中国在香港做的事情，首当其冲的是谁？当然是英国啊，因为香港人会找英国人说你得做点什么，对吧？你不能不管我们。所以英国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是首当其冲的。然后你说你的战略威胁，中国是个竞争者，这逻辑上不自洽。那逻辑上不自洽，它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背后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英国自己的问题，英国脱欧啊，英国经济受到脱欧的因素的影响。当然，你也现在可以讲，英国完成了脱欧，那意味着这个利空出尽，后面就是往上走了，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毫无疑问，脱欧这件事情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一个是脱欧，一个是疫情，对英国自身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英国现在需要干什么？英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跟拜登的处境是有点像，就是说，约翰逊面临的局面和拜登面临的局面是有点像，就是除了他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之外，他同时又来自内部的压力，所以他要去先要解决英国面对脱欧的问题，英国面对疫情冲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第一个我们讲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然是美国。那么当然在香港问题上，中英之间翻脸其实是一点都不意外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说中国在香港做了一堆这样的事情，英国不跟他翻脸，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绝对不可能，因为这彻骨的疼痛，伤害了英国的根本利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英国绝对是要跟中国翻脸。只不过现在呢，对英国来说，它内部的情况还没整合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那边到底怎么样还看不清楚，还没搞明白呢。所以英国不会在没有美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单独行事，这就是为什么中间有矛盾，不能自洽的地方。不能自洽的地方就是自己内部没搞定，盟友的关系没搞定。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香港的局势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的状态啊。什么叫临界点的状态啊？这样讲会有点残忍啊，就是说香港的局势现在是非常的坏啊。你从港版国安法开始，香港的局势就是你可以看到香港的柱子就一个一个被拆掉。那么到了今年的这个修改这个选举法啊，这是一些柱子被拿掉啊，但是香港还有很多东西支持它，支撑着它。那么可能要等待香港的局势到一个更明确的结果出来，英国可能还有一些，包括英国现在开始 BNO 啊 ，BNO 的策略其实是反映了英国人的精明吧，因为 BNO 这件事情对英国来说，一方面帮助了香港人啊，香港人那些持有 BNO 的人可以去英国，那么帮助了香港人，让英国至少有一个说法，说当中国在香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英国并没有袖手旁观，他在做一些支持香港人、帮助香港人的事情啊，这让他解决一些道德上的问题。那与此同时，他能够从中获利啊，因为这些跑到英国去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富裕的，带着钱带着需求来，那对英国现在的经济是有帮助的。那么这基本上是一举两得，当然同时还能够伤害特区政府，因为把钱把人弄走，那特区政府是很紧张很害怕的，所以一箭三雕啊，所以英国是先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后续的动作当然会更激烈，但是这个激烈它需要一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自身内部得搞定自己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国的协调好，所以你可以在英国的表现上面来看，通过英国的这个表现，我就说英国的涉嫌抄袭拜登侵权抄袭拜登的政策啊，那跟拜登的政策是很像，基本上就是这个时候不正面对抗，我没搞定我自己之前，我还不去进行正面对抗的动作，让我的所有的事情搞定了之后，我们再来决定后面要干什么。所以现在你可以拜登也好，这个约翰逊也好，我觉得他们心里想的就是先缓一步啊，等我把自己的东西搞定了，我们再来算账啊，大概是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到这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面进入互动啊，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美日外交和防务会议啊，那么结束啊，那么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就是2点。第一点，谴责中国；第二点，美国重申对日本的这个防务承诺，以及对钓鱼岛海域的这个叫什么支持啊，协助防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啊，他重申这个
这是这一次这个日美这个会谈的这个核心的成果，这是日本现在最焦虑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国公布它的这个外交和国防检讨报告啊，这份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啊，涉嫌抄袭拜登政府啊。OK，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么多啊。那么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那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论呢？明谢一下 ，Really Mac， 谢谢。情况：最新民调，77.6%的日本人对台湾怀有亲近感，89.7%的人对中国印象不佳，89%。这个日中联合民调最近经常被提到，习访日一事一拖再拖，目前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大概是这样啊，在整个亚太地区，真正有实力能够和中国抗衡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啊。日本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啊，日本其实和中国对抗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经济上中日之间还是有很强的经贸联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人也很清楚啊，就是说，如果跟中国杠上的话，他们也要付出代价。所以日本人为什么有个和平宪法？和平宪法对美国来说他是很不高兴啊，因为和平宪法没有办法让美国去调动日本的力量去制衡中国，这是其实美国一直在想做这个动作啊。那么，前首相安倍其实是在做这个工作啊，在做这个和平宪法的工作。那么，所以可以往下走呢，就是美国是要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早些年啊，美国曾经推动日本加入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原因啊，原因在这里。但是日本的欲望并不强烈啊，核心的问题还是和平宪法的问题。所以美国要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前提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日本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其实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实现不了啊。情况 Fox News 报道，美国国务院前调查官 David Asher 认为，武汉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研究生物武器时发生意外泄漏啊。美国国务院前调查官 OK， 早干嘛去了？早干嘛去了？情况提问：预计欧盟将批准制裁措施，回应中国涉嫌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虐待。中国警告欧盟，面对制裁不会退让。王老师认为这对中欧投资协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政治。我们可以观察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啊，所以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西方政治和中国碰到中国的时候，它的一个反应啊，你可以看啊，就是说中美之间交恶的时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欧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动欧盟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心态，就是推动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啊，达成。那么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都希望达成这个。为什么？都是希望在中美交恶的时候，中国是想利用欧盟去牵制美国，欧盟是想通过中国啊给美国一些压力啊，让美国更对他好一点。
这两个，所以中美中欧投资协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签完之后，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正好是什么时候？正好是新疆议题跑出来，这个香港议题跑出来，然后就是其他的中国人权的议题都跑出来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中国人经常，我们脑子里经常会有一句话叫"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伪善的表态而已，伪善而已啊。所以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用，最终会批准，因为中欧虽然签了这个协议，但是他要通过还有两关要过，一个是欧洲议会，一个是欧洲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是各国首脑，欧洲议会就是各国的议员，欧洲议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他要跟随民意的方向往哪走，他得往哪走。那这一关现在东西就出来了，现在第一关就是欧洲议会。那你看一下，如果中欧之间因为这个人权问题打来打去，它的政治气氛就越来越浓厚，欧洲议会不一定会过。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是跟着民意走的，而这件事情会改变民意，所以这件事情有影响，而且我们要继续观察啊。观点：日本产业空洞化，本土的财政是亏本的，但是工业能力输出让日本在海外再造了2个日本，日本本工业品在华的盈利巨大。此外，日本对中国出口是生产设备层面的资本输出，可以说中国对外强大的出口能力，其工业基础核心技术很多是日本提供的。日本和中国的共生关系让日本很难对华采取明确的态度，是这样。有2点啊，就是说第一点，日本产业空洞化其实已经讲了20年，但是也不完全，也没有完全空啊。日本还是有很多的制造业。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日本制造业也没有太多的前途的原因，是因为日本老龄化的问题，劳动力是不够的。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一方面是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这种影响啊，就是说对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因为日本是顺差，大体上是这样。情况刚才看到强国驻外使馆公众号官宣，已接种国产疫苗的赴华人员申请签证可以有这些便利啊，不打中国疫苗就不让去强国，拿打强国疫苗换签证，真是服了强国断交部的嘴脸。我觉得这不明智啊，这种做法不明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你外交部也不能保证这个疫苗到底管不管用，这是核心的问题。当然你这个大家没问题，大家尽量的去打，但是你想一下，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其实中国的疫苗是安全性上面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那么外交部做这种级别的背书意味着什么？你不就背上了？背上了的后果就是万一有事，你怎么承担后果这就做这个动作是叫什么？急功近利，不顾后果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觉得它很愚蠢提问：今天的新闻，去大陆只要打大陆产的疫苗，就不用核酸检测和隔离了，请王先生点评一下。我刚才讲了，很多时候你可以看中国在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
他为什么经常你看到一些很蠢的这就是很蠢的政策。因为其实你想一下，你不管这个打不打疫苗，就是说你这么推广大陆的疫苗，你帮助他推广的又能怎么样？其实并不能怎么样啊，并不能怎么样。那只是让人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有私心而已啊，不会让人觉得中国疫苗因此就好，所以那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而且你这个风险是很大的。等于你的外交政策被疫苗绑架了啊，这个不聪明。不聪明的原因是什么？就急功近利啊！现在中国的很多的政策都是急功近利，就是我只管这一头，我要在这一头上面马上得到效果，你得不到效果就不行，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政策制定下来的后果，其实你可以看到嘛，你比如说海警船。海警法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一点好处。为什么？你真敢开枪吗？你真的跟日本打一仗吗？怎么可能嘛？你想想看，你的主要的对手是谁？你主要对手是美国。你这海警法一出来，日本人不是震慑，日本人知道你要真的开战，你打不过他很清楚。你就那么点实力，但是日本人是不想打，他核心的问题不是怕你，是他不想打。你震慑什么？他能力上比你强，他不想打，那就找美国人，你是不是帮我搞定一下？美国人说行啊，我搞定啊，我搞定，但是你得跟我混哦。日本人说行啊，没问题啊，我跟你混，但是你要帮我搞定他，我不想跟他打。这事情不是变成这样了吗？那你海警法这件事情出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肯定是不好的，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制定的很多的政策，这种级别的政策，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他只看到了一个局部上的问题，他没有一个更大的 picture， 更大的 picture 没有看到的话，你的政策的后果就是你如果你把这个图画再拉大一点，中国在日本钓鱼岛方面的策略。中国在跟印度边界产生摩擦，一样的道理。你现在主要的对手是什么？你主要对手是美国，你跟英国搞什么摩擦？你傻吗？真的是，对吗？你跟印度搞完摩擦之后，然后印度就积极的参加四方对话去了。四方对话的四个国家都是和中国有直接的冲突的国家。美国就不用说了，印度对吧？刚刚边境刚打完，然后是日本钓鱼岛刚刚搞完，澳洲就刚刚也是被制裁，这四个国家跟中国都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那么他们就在一起搞一个四方对话，而且越搞越热乎，而且你可以看再往下走啊，现在疫苗外交马上出来，马上把你的疫苗外交给打掉，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政策，结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帮助了对手，然后让自己更麻烦，这就是问题啊。提问：香港政府把美国驻港领事馆纳入强制检测范围，请问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强制检测，核酸检测吗？没有用吧？强制检测领事馆属于外交豁免，所以没有用。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用啊。我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但是就看你这个说法。如果强制核酸检测，你把这个领事馆划进去，领事馆是有外交豁免权的，所以他可以不理你啊，你也不能进去抓人，对吗？情况，路透社报道，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17个国家计划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名为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的联盟，用于反对个别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呵呵，狼狈为奸，强国当老大。这是个好事啊。你可以看啊，中国外交很多层面做的事情
是你会觉得王毅是个卧底啊。这件事情做起来，这叫什么？用中国的话讲，这叫针锋相对。为什么？美国现在在组建一个对付中国的联盟啊，组建对中国的联盟。那么组建对中国联盟，中国怎么办？好，在你成立联盟成型之前，我先搞个联盟出来，10几个国家啊，我们再搞个联盟来反制你。这是斗争思维，很有这个叫什么？很有这个习近平的风格啊，就是红卫兵啊，脑子里就是一个字斗字啊。那么斗啊，我就要跟你斗啊。但这件事情真正的影响在哪里？你成立一个这样的联盟呢，其实呢，西方国家在整合、统合利益和协调立场的过程当中，并不那么顺利。因为为什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可变的对象。什么叫可变的对象？在经济上啊，中国跟很多国家他们有很密切的经贸往来、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关系啊。中国出口很多的产品，中国有公司在他们那上市啊，等等很多密切的经贸关系。那么可能在安全上，它又是个战略威胁。那么在很多议题上又要跟他合作等等，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对手，作为一个对象，它是有变化的啊。从不同的侧面来说是有变化的，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他们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它很矛盾啊，它有对抗的一面，有这个合作的一面，这有点像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描述。其实拜登总统这个策略其实反映了这种矛盾啊。所以呢，美国要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这种联盟，它不容易。不容易在哪里？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可变的对象。那只有一个情况下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联盟形成，就是所有人当发现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来自中国的诱惑，威胁更大过诱惑很多的时候，那大家立场就很容易协调。就像当年苏联一样，在面对苏联的威胁的时候，西方国家谈都不用谈，自动自觉的就向美国靠拢，这个联盟就立刻就形成。然后美国就说这件事情你来做，这件事情我来做，大家分工合作啊，我们就形成一个联盟，就上来就成。为什么？因为来自苏联的威胁是非常的强烈，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明显。可是来自中国的威胁是有，但是它也有诱惑，所以对西方国家来说，建立这个联盟并不容易。好，你搞一个这个联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就把中国的威胁放大了，一看哟，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跟委内瑞拉站在一起，跟朝鲜站在一起，这些对我都是威胁。好，你们这些威胁一拢在一起，这威胁不就强烈了吗？当你的威胁一强烈的时候，西方国家既然威胁这么强烈，我很容易跟我们的人民交代清楚，我们必须合作。所以这件事情使劲做，就反映什么？王毅就是卧底，美国的卧底啊。提问：本来疫苗问题一大堆，现在让外国人都打，岂不是把问题暴露出来？会不会海外跟墙内用的不一样？有点难度吧？你说呢？用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用不一样的东西？生产2个品种跟生产1个品种，哪个成本高一点，哪个成本低一点？那生产一样的东西成本低一点吧，我是这么觉得啊。观点：向中共买疫苗即使有效也是可笑，毕竟病毒产自 CCP， 向 CCP 买简直就跟强暴犯买防狼喷雾，向纵火犯买消防栓。 OK， 这个很有创意啊。好，明谢 HJ1985 一杯咖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